咱们新买一棵植物到家，第一件事不是要进盆咣浇水，咱们一定要先做好检查啊，这样才能提高植物的成活率。咱们第一件事啊，检查花盆和盆壁之间有没有缝隙啊，如果有缝隙，你要手动的啊，给缝隙填上，是吧？避免浇水浇不透啊，也避免这个根系暴露在盆的外沿啊，长时间接触空气啊，造成的这个根系边缘干枯啊，哗的掉叶的这种现象啊，到时候你麻爪了，不都咋回事了啊？盆壁给它摁一摁啊，是吧？如果说你发现啊，这个盆面土球过高啊，干扒拉不出来根儿，咱们可以把盆面土给它拿掉一点。它的前身啊，它的第一个家，它是在养殖基地啊，室外或者是大棚里边。你家没有那个环境啊，要增加干湿菌数率，把盆面土给它去掉一点，是吧？周边土填实。第二个啊，咱们看它的一个土质啊，如果是比较细末的这种沙壤土，还有营养土，你不要去咣进盆啊。咱们浇水要从上往下浇，就像浇定根水一样啊，从上往下浇，给它浇透。浇足，这样啊，快递运输过程当中一个颠簸啊，一个土球松散，它会随着咱们浇水的一个水流啊，把土往下冲一冲啊，更紧实一些，让根儿和土贴合更好，是吧？包括咱们盆边去摁啊，都是这么一个作用啊。你要给它一个发根的一个前提，就是根儿土要贴合，它才会发根啊，不然的话根系暴露在空气当中，它就会干瘪。那么如果是它一个黄泥土疙瘩啊，特别硬啊，脑瓜一磕能磕出来3个包的那种黄泥土疙瘩，你要进盆儿，因为那种土压根就浇不透了，是吧？你缓个1天2天苗啊，你给它进行一个换盆儿，是吧？所以说到家要分清快递运输对根系造成的伤害，还有就是通过判断土质，咱们进行不同的浇水方式。为啥这个卖家说要等盆底干透了才能浇水啊，而你却让我这个盆面干了就给它浇水啊？很多花友都遇到这个问题，这个说干透，那个说见干啊，卖家又让这么做啊，你们又让这么做啊，蒙圈了，不知道听谁的。我的经验都是大批量的养死花以后得来的啊，而不是说大棚大批量的养死花，而是室内养护种也养不活的时候，买一棵死一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量的养死花。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，而且我拍视频啊，这个逻辑性相对来说可能会强一点啊，讲的会细一点，因为我都是以这个程序员的思维去讲这个养花。程序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前提是什么，结果是什么。所以说我给你讲养护的时候，惯用这个思维，就是你家的环境是什么，这花怎么养护，怎么浇水啊？你这花叶片出现问题，就代表我写这个程序报错了，卡了。这个程序崩了，是吧？这个错误点在哪儿？页面包括后台都会给你弹出来一系列的一个提示，啊，你花给你弹出来的一个提示就体现在哪儿？体现在叶片上，是吧？这个叶片大概率的代表什么错误啊？那个叶片大概率的代表什么错误，是吧？你大面积浇尖代表什么错误？根系的问题。你小面积黄叶代表什么错误？概率大啊，就是水浇不够的问题，天气热的问题，阳光直晒，植物缺水。消耗的一个问题，我是站在你这个植物，在你家，在你当前的一个环境啊，单面窗户、单面取光啊，通风环境不好，是吧？盆土埋得过深，这个出发点去讲这个花应该如何养护，而不是说我要教你在大棚怎么养护啊，你在这个户外怎么养护，是吧？都是基于咱们在室内的一个养护环境上。出发点啊，内行人说我的视频啊，别人拍不出来啊，很难拍，因为像我这种固定的这个思维模式啊，很少啊，很少。我给你的讲解从本质啊，简单的理论诱导到植物的本质啊，有可能哪一天你看我视频，咔嚓一个大雷啊，嘿，你顿悟了啊，只要你顿悟，一层窗户纸捅破。所有的花都好养，是吧？出现问题你都不慌，都知道该怎么去协调，有针对方向，是吧？所以咱们喜欢养花的啊，可以关注。咱们是以室内养花为角度前提啊，根据植物的习性去讲护你的养护、浇水、施肥，以及植物出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的一些问题啊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